我們真的應該好好的去重視一下人口結構對於我們這個社會的影響。我覺得這個問題啊，不應該只是經濟學家應該關心的問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關注一下。為什麼呢？你靜下心來好好的去琢磨一下，就是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邊，咱們國內大部分的人的財富積累全都離不開什麼？全都離不開人口红利這件事啊。人口，對吧？红利是什么？房價能夠一直持續的走高，過去的幾年裡，對吧？是因為有源源不斷的鄉下人，他去城裡面去扎根，去城裡面去生活啊。那麼市场的消費能夠持續的去上漲，是因為大家都成家、結婚、立業、生孩子帶來的各種的需求的問題啊。所以說，有了各類的需求，那麼企業啊才會不停的去擴大自己的規模和擴展自己的生意。对吧？那企業能夠擴展這個規模的生意，是因為可以永遠有大批的年輕的勞動力可以來挑選，任他們去工作嘛，對吧？那麼一旦支撐我們這個發展的基礎的底層的基本的條件發生改變之後，往後的很多事兒其實都會悄悄的隨着我們的生活而徹底的改變，尤其是財富這件事。其實有很多這種研學的報告，他有提到過關於這方面的問題，你們可以研究一下啊。我現在特別喜歡研究，就我們現在不單单只是人口在變少這個問題啊，就新生兒的數量比之前預估的還要越來越低，越來越低，好像不足1000萬了吧？我忘记具體的數字了哈。老年人的壽命呢，反而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農村就是往城市這個去運輸這個人工的勢頭也是慢慢的變緩的啊。人口的改變呢，就像一只看不見無形的大手掌控着你，一點一點的重塑着我們這個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其實日本你们可以看一看啊，日本早就完成了我們這個走過的這條道路，真的是這樣，完全一樣的。很多變化我們其實都能夠拿來當成我們的當下的一個參考。你看很多人我們嘴上去念叨，哎，這個人口紅利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可是他壓根兒其實就搞不懂人口紅利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啊，並不是說一個國家的人多就等於得到紅利，對吧？那你看一看這個非洲的人口呢，它人口也是很大呀，但是普通老百姓他的水平收入並不高，他吃不着飯，對吧？那道理其實就存在於這裡，是不是？紅利的核心在於什麼？紅利的核心其實我就認為就在於這個幹活的人和消費的就是老的人之間存在的一種的比例的關係，大家可以這樣理解。社會裡面如果說可以出力能夠賺錢的年輕人勞動力它足夠多，那麼需要養活的老人的佔比它就會更低，那麼這樣經濟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肯定是大步往前跑，對吧？那經濟才能夠有往前跑的這個動力，有人去支撐它去往前跑。那以前呢，我們就是迎過來一段就是很難再去後世去復刻的一個黃金的階段，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幹活的人口數量是非常的充足的，那培養孩子的壓力也是非常小的，也就是我們大家經常听到的一個詞語叫做撫養比啊，100個需要供養的人，那麼背後有130個人或者150個人他去上班去賺錢撫養這100個人，對吧？那換算到普通家庭的身上呢，比方說一對夫妻，对吧？一對夫妻他能夠養活2個老人再加上1個孩子，他壓力呢也會相對於輕鬆不少。那如果說放眼全世界能夠達到這種比例的國家是少之又少，幾乎是沒有。那再配上呢，就是我們這邊有龐大的人口的基數，對吧？才造就了我們前些年，对吧？就是過去幾十年經濟飛速快速的發展的一個局面，也就是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人家幾百年的路程嘛，就高樓大廈迅速的建起啊。當然這是一份很難得的紅利，很難得的紅利呢，一方面就來自於過早的這個對於這個生育的這個調控啊，它壓低了一段時間內這個孩子的撫養的一個負擔，就孩童的撫養的負擔。那年輕人呢掙到更多的錢，他大部分的選擇是存入這個銀行，對吧？他存進去，那麼轉化為建設發展的一個更大的一筆資金吧。啊，所以說一座座高樓大廈，一條條公路，對吧？其實就是這樣慢慢建起來的，是這樣的。所以說只是這種跨時間的收益的成本，它本來就是暗藏巨大的代價啊！飛速發展的背後一定是有代價的，对吧？當年少出生的那批人，計劃生育少出生的那批人，他本該現在應該是去接盤這個市場，撐起這個消費和房產的這個主力，應該是這一批沒有出生的人去
承擔這些的。但是這一批人现在實際是缺席了啊，他缺席了之後呢，他未來的壓力也就留給了我們這一代人。說白了就是我今年27嘛，對吧？27到30嘛，就留給我們這一代人。就红利的另一部分呢，其實也是来自於這個城鄉之間的勞動力的流動。那上億的農民工呢，就是大部分都湧入了這個工廠去幹活。那麼市場呢，它就會一直不缺這種廉價的勞動力，大家都去幹活，對吧？工廠永遠不需要為這個招不到人而發愁，或者說沒有人去報名而煩惱，對吧？靠着低成本的人力的優勢，我們就可以快速的積累到大量的財富。之前是這樣的，那等到農村它有富裕的勞動力啊，這些勞動力之後被消耗乾淨之後，吃乾抹淨之後，那麼招工它就变得不再輕鬆，人力的成本它自然就開始往上走，就像現在一樣。那麼到現在呢，生意的底層邏輯就徹底發生了改變了，真的是這樣。你們可以好好的研究研究日本這個國家的發展哈。日本這些年呢，它這些變化和条件其實就剛好給我們展示了我們這一路走來會在下一個階段到底會發生一個什麼樣系列的變化。最先出現改革的其實就是家庭的模式，我相信大家现在都有所感覺，是吧？你跟我這樣的人其實越來越多的，對吧？跑到外面一個人，是吧？然後好好的生活，對吧？單人獨自生活的模式的家庭會佔比一定是越來越高的，一定是這樣的。慢慢就會成為一個主流。那過去呢，家家戶戶都是幾口人住在一個房子裡面去過日子，對吧？可能是4口、5口、6口、7口，對吧？多的能8口。那現在呢，其實獨居2口之家2個人空巢老人的家庭其實是越來越普遍的，非常普遍你看看你周圍就知道了。家庭的規模的變化越小，不要簡單的覺得這是人口變少，消費市场就一定跟着萎縮，其實不是這樣的。真正值得我們去留意的是，我們消費的單元其實在發生很重要的改變。那以前你像我們一口4家人、5家人、6家人住在一套房子裡面，我們只需要1台空調、1個電視、1個洗衣機、1台冰箱、1個路由器、1個 WiFi 就完事了。那等到4個人開始或者5個人分散到不同的城市，各自獨自的生活，那生活需要同樣是4個人需要買的家電的物資直接翻倍，翻成了4倍。那小的包装的食品、上门配送的這些服務，還是各有各樣的這種的家政的服務，對吧？其實都會迎來很大的機會，我是這樣認為的哈。人口的總量下降，它並不代表沒有生意可做，也不是代表生意它不好做，只是大家都擠在了一個之前時代裡的一個產品和紅利裡邊，還沒有脫離出來，所以說導致你的生意是非常難做的所以說需求就是没有發生改變，但是滿足需求的方式發生了改變那麼產品和服務呢，這種思路也是跟着家庭是重新改變而變化的。你能不能適應這個市場，那只有你自己的眼光能夠說了算。所以說市場還是可能會就是造就下一批富人的，不是完全沒有機會。那市場消費呢，其實也會發生巨大的改變，就是大家的消費就是想法不再是像之前一樣擁有更大更貴重的東西放在這兒，而是慢慢的就是追求簡單舒適，对吧？一個人跑到深山在這兒舒舒服服的健康省心的這種生活追求簡單，他不再追求固定的住所，沒有意義，對吧？這也就是為什麼便利店小份的食品、社區的服務、上門的服務以及家政的服務，這些休閒類的生意它是越來越吃香的。這就是為什麼它不再是大件耐用的產品占據主要的市场，因為大家都對這個需求沒有任何的觀念，都看清楚了，對吧？那城市跟城市之間呢，它的差距也會拉得越來越大。核心的大都市的商圈依舊能夠保持消費增長、餐飲、日常的洗護，包括休閒消費只有這種需求的問題。但是人口持續外流的這種小城市，比方說縣城、4線城市，它大部分的人他都會往外跑。那麼這種的縣城和城市呢，就市場其實是慢慢的會止步不前的，很難發展的。往後你想在這個消費的行業裡能夠賺到錢，其實我認為就是要選對城市抓住全新的生活才是真正需求的關鍵。那消費發生改變之後呢，產業一定也會隨之而發生改變也會跟着轉型。你很多人呢一提起這個老齡化，大家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我要去找一個養老院，或者說找一個靠譜的保健品去賣。這個生意我只能跟你說，你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呢，太過於表面和膚淺了，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和行動力，也掙不到錢。人力慢慢的會變稀缺的時候，那麼整個社會都會想辦法用機器去代替這個人工，是吧？那自動化的設備和各類的服務型的機器人，它會有更大的機會。那麼有更大的機會不證明你是去造這些東西有機會你去做這一個行業的服務，它是照樣有機會的。
是吧？做這個行業的銷售也是非常有機會的。那日本的智能裝備為什麼它這個行業能夠做到全球的領軍呀？能夠做到全球的領先，它背後的底層邏輯不就是因為勞動力的短缺，用這些東西來代替人工吗？是吧？那未来真正有前景的赛道呢，是那些可以減少人力的依赖，提升做事情效率的行業還是依旧有機會的。那我们可以既然聊到這兒了，我們就再往深處去看一看吧。所有人關心的財富的分配也會將重新改寫，也就是說會造就出一大批的富人。如果說放在幾十年前，那麼你只要順着這個時代的風口去走，那其實大部分人都能夠得到這個發展的過程中給你帶來的好處，造就了一大批的富人。房產不就是一個例子嘛，對吧？那往後的財富呢我認為它不會再是普漲的，不會再普漲。你選擇定居到哪一個城市，進入到哪一個行業，持有哪一類的資產，那麼人和人之間的收益差距其實會被拉得越來越大。你看，支撐早年房價上漲的那一批中年的中登，這一批人現在已經慢慢的進入到了老登的行列裡邊，对吧？那等這幫老登都等着把房子賣掉，然後靠這個養老，因為靠兒子可能都養不起了，是吧？兒子活的都不如自己，那可能呢後面，但是呢他老登想要賣掉這些房產去養老，但是後面的小登他不願意去接手，他的數量，或者說他接手的這個小登的數量他不夠，那麼這個房產它自然就會迎來重新的評估啊。那我們現在的養老模式就是靠說句難聽，說句現實的話，就是靠當下上班的年輕人交錢去供養已經退休的老人，对吧？但是一旦就是這個年輕人越來越少，這套模式它的承壓力度就越來越，對吧？就完蛋了，早晚會崩盤的所以說往後的市場它會出現明顯的這種的分化，我認為是這樣的。你看工廠批量化生產的這種電子的產品對吧？那工業品的價格呢會一直往下維持在低位，那但凡是需要人工上門服務的產品，這個行業，那麼這個行情的價格只會越來越貴。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開鎖的行業、理髮的行業、維修家政的行業等等，這些上門服務的行業都就是離不開人的服務，離開人不行，機器人代替不了的這些行業，那開銷一定會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一年高。開鎖現在上門多少錢了？100、200能打得住嗎？上門開鎖，上門通個下水道估計都得200塊錢吧，是吧？那你看放水去刺激這個經濟，這個辦法也不再好用了，对吧？你放到過去，你資金大批量流入這個工廠然後呢就能夠擴大生產，帶動你這個物價的平穩。那現在人力資源緊缺的這種環境下，盲目的去增發做這件事，反而更容易推高服務類產品的通脹水平，也就是說它的價格會更高那麼最近其實我也看過幾個數據就是發过的官方的數據，也正是驗證了我說的這個大趨勢真的是這樣。你看國內的出生人口一直是往下走的，年輕人都对吧，他生育其實也是往低走的，他不願意生孩子。其實不少人呢把這個原因就歸結於房價太高，彩禮太高或者說也有說年輕人現在的想法已經改變了不再以傳宗接代就是當為自己的人生的首要的任務，還有指責年輕人太過於自私，不願意去承擔這個責任。其實這些說法都是太過於表面了，徒有表面，根本就是理解不到任何的東西，就是你聽和不聽的意義都不存在，因為本質上你是在逃避問題，不是解決問題。那麼從社會發展的底層邏輯才講呢，你看農業時代50、60後的叔叔阿姨們，對吧？農業時代家家戶戶都需要多生孩子，7個8個的姐妹多的是，為什麼？需要下地幹活，社會本身就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去幹這個活，沒人幹不了。但是現在呢，對吧？你看進入這個工業化的時代，加上 AI 普及這個大數據互聯網時代，那很多崗位其實都可以交給機器人去完成。那麼社會對人力的需求其實早就是大幅度的去下滑了。你看畢業生就是一個例子，每年大學生畢業的數量提供的對吧，每年都是年年創新高，但是呢企業能夠提供的崗位卻跟不上畢業生的規模，遠遠跟不上，導致幾百個人1000個人搶一個行業，搶一個崗位，對吧？求職內卷的事情，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那現在不少的企業在用上這個人工智能之後呢，對吧？尤其是電商這個行業，互聯網這個行業，有了人工智能發展之後呢，能夠用 AI 代替這個人工，那裁員反而會迎來了這個股價上漲，設計、文案編程、基礎運營、排版、寫等等這些基礎的工作 ，AI 全可以迅速的接手，就這麼強大，全部把人力給碼平掉了。
所以說一邊社會是不需要这么高的勞動力，那另一邊養孩子需要花費這個金錢、時間和精力和財富啊，你的那就是越來越沉重。那換成任何一個年輕人生孩子這件事都得格外的謹慎，對不對？那所以說本質的原因就在這兒了。人口下滑這件事有利有弊，我認為是這樣的啊，養老金缺口，對吧？小城市慢慢去衰敗，都是我們要面對的一個難題，真的是這樣。但是對於普通人來說，也有這種轉型迎擊的機會，真的有。你像找工作的競爭壓力肯定會有所緩解的會越來越好，不會再出現幾百個人去爭一個崗位這種局面啊，對吧？那得往後說哈，近幾年反正是不行，對吧？那教育的、醫療機構呢，這些公共的資源分配到每個人身上也會更加的充足，能夠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說與其去催促這一代的年輕人去生育，其實大家更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改善我們大家的這種生存的環境和生存的方式，對吧？讓每一個人都能活得非常的體面，非常的輕鬆。所以說現在這就是為什麼年輕人想得越來越開的一個原因，並不是表面這些事情來決定的，是大家都能夠看懂了這件事。那往後呢，我們可以選擇呢，其實我認為可以能夠抓住2大方向，我也講講我自己的建議，大家可以自己作為一個參考哈，也不一定对。就是跟着人口的流動的趨勢去走，那麼資源和機會都是集中在少數核心的城市圈，在少數城市的地方，能夠留住年輕人的地方，才會能夠冒出不斷新的生意和新的財富的機會。那另外一條路就是能夠認準提升效率的賽道，能夠替代人工創造更多價值的技術和資產啊，才能夠具備更長期的潛力。但是不管做哪一行都需要加上自媒體這個行業，不然你都是很難發展的。所以說對於這個人口結構的這個變化，我不知道各位你們對未來這幾十年裡邊會產生什麼樣的機遇和挑戰啊？你們是怎麼想的？就大家可以在評論區聊一聊啊，都是在聊天嘛，都可以聊一聊。我也並不是什麼建議，我只是对於我自己的有一些想法我就發表出来了而已，对吧？那是過去的40年，大家可以發現時代會獎勵每一個人，對吧？那未來的40年，時代會獎勵能夠看懂變化的人，提前能夠做出選擇的人。我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對各位有幫助哈。